非常的漂亮。这次最棒的设计还是这个 Hi YouTube，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我的新网球鞋 Yonex Eclipse 第5代。这双鞋子应该是2024年最佳的网球鞋。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会来跟你分享 Yonex 在这一双鞋子里面加入了一些新的科技，就让我们开始开箱吧 ，Let's go。首先，我们先从鞋盒来看这一双网球鞋。这次第5代的鞋盒 Yonex 采用的是绿色的 Yonex 标，看到下面这个盒子，这是 Eclipse 3的鞋盒，它整个都是银色的漆，蓝绿色 Yonex 的标，它把它 Power Cushion 的科技运作原理直接印在这个鞋盒上面。这次 Yonex 使用了环保的纸类印刷，它的纸盒就比较简单，而且这些印刷都是比较环保的，不是这种亮光的漆。这双是红色的，之前买的鞋号是比较大的，这次买的是27号半的鞋子，可以比较一下鞋盒的设计。Yonex 新的它比较环保，我这边是一双很便宜的 Boblet 鞋子，比较旧的原因，这款它还是用整个盒子都是彩色印刷的，比较不环保。而这边有一双是 Mizuno 的网球鞋，盒子也是蛮环保的设计，蛮简约的设计。这次 Yonex 的这个盒子虽然变得环保，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漂亮，但是这个绿色的 Yonex logo 还是很有 YY 的风格。这边我们就正式的来开箱我们的 Yonex 的 Eclipse 第5代。因为这款鞋子刚推出，目前只有这个蓝绿色的颜色，而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Yonex 的颜色，原因是 Yonex 本身的 logo 就是蓝绿色，颜色是 blue green， 符合 Yonex 的 logo 的颜色，是蛮好看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鞋面都是 TPU 的材质，那做到鞋面这边、侧边这边，整个是包覆起来的，让你的脚面是可以有很好的包覆。而后面这边，以前传统这边都有一个 cup， 这次做的是隐藏式的，做在鞋跟里面。这边鞋面做的是减重的设计，那看起来比较不会有磨损，同时又比较轻量化，可以更敏捷的来做移动，而前面可以做很好的包覆。这样设计其实比上一代还要更好。上一代后面这边都是用布面的材质，让人家觉得说，其实比较像是拖鞋的一种设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科技叫做 Power Cushion， 也就是黄色的一个反弹胶。那这反弹胶你脚踩下去以后，可以有40%的反弹能力。这次 YY 非常厉害的，他把他们核心的直接做在侧边，可以让你看到说，我这边反弹胶就只在这里。那它可以兼顾性能，同时又可以在这边可以让你看得到说，我这边有一个反弹胶，是很多科技是在这边的。我之前有第3代的鞋子，它是把胶的设计可以让别人看到，但是它是做在鞋底，在鞋底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脚踩到底的时候，有可能会磨到。这是 YY 在鞋底的侧边的部分，它做了一些强化，同时它也没有做得太高，所以你在脚在踩下去的时候，有一定的侧向稳定性，但又不会做到太高，让你的脚踩到底的时候会有疼痛的感觉。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柔性的去做支撑，在极端的时候，你最脚底板这边可以有很好的侧部的支撑。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就是它有一个碳纤维片，而这次的碳纤维片跟以往不同的是，以往的碳纤维片在第3代是一片的，长的是一字形的做外侧这样子做过来，而在第4代它做的是 Y 字形，像是 Y 字形是长这样，而这次第5代它做的是有点 3D 的形状，它是从下面一直延伸到侧边最外侧这个部分，它是这样子去做包起来的。脚在蹬的时候，它可以从最外侧有一个 3D 的力量让你这样子蹬出去，而这个力量是在外部去支撑你的，所以当你在最极端踩到最外面的时候，它可以去支撑住你的脚。每一年 YY 都在鞋子的科技上面越来越进步，而有碳片的设计，这双鞋子卖3000多块，我觉得是相当划算的。其他的鞋子有很好的缓冲设计，但是如果你是需要有很快的反应，有很快的弹性，像我用网球鞋通常都是拿来打软式网球，而软式网球相对于网球运动是快节奏的一个运动，所以 YY 的鞋子就是针对这样子比较快节奏的运动来做设计的，像是羽球与软式网球。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鞋面的部分，中间这边有做一个挖空来做轻量化以及软下来的弹性，同时在旁边这边它还是有一体化的设计，让你在侧向的时候可以这边有一些包覆，那你在前后移动的时候它还是有足够的支撑，但是也不会说这边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弹性，像一大块的蛮笨重的感觉。它的 Y 字形是做的比较耐磨，而侧边这边是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抓地力。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好处主要是当我们脚在发力的时候，通常都是使用内部，而大拇指的部分这边是比较密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硬稳定性可以发力的位置。而在侧向我们在滑动滑到外面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抓地力，而这边虽然比较不耐磨，但是这边比较不密的设计可以让这双鞋子在侧向的时候有很好的抓地力。而在里面这边这一块，它分成大拇指、前脚跟，不同的选手你采用不同的发力方式都可以有一个非常稳定，前面就是一整块，中间也是一整块，可以让你脚蹬出去的时候有非常好的稳
稳定性。而在后脚跟这边，它改善了第3代中间挖空，你脚踩到底的时候，中间会有滑动的感觉。而后脚跟这边做了轻量化，那我是觉得它还是没有第3代做的那么好的，但是为了轻量化，可能这是一定的取舍。而在内足弓这边，前脚掌这边它做的设计就比较像是上一代第4代的设计，在内足弓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就把这样的设计把它保留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弯折的时候，它是可以很好的设计说，我在脚在往前移动的时候，它弯折是在这个地方，而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耐磨，所以这边它就把前脚掌该弯曲的地方，就用这样橡胶的样子的设计可以做出来，它的弯折是长这样。而 TPU 的部分，它做成这样是让里面当我们湿掉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透气性，风这样在吹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好的透气性，同时它有很好的支撑，所以当我们脚在做弯折或是脚在做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好的柔软度，前后斜面又有一个很好的刚性。那这边外侧也是有一样这样的设计，它是依着这样的皱褶，这边是很软的，而前面这边有很好的支撑性，而中间这边就是用自纹来做到这样子的功能。中间鞋部的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这次的材质做的比较差一点，这边是有一点偷料的。那里面这边维持的是这样的袜套式设计，也就是这边它是一个包起来的部分，外面这边是可以让你有点可以移动的，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包覆感，而在上面这边你还是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为了让我们在绑鞋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刚性，所以这边做的它是这个孔洞都做的比较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塑胶，它也做了一个三角形的设计，来让最上面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固定。而这边这是内部的部分，而外部的部分是没有这样设计，但是它每一个孔洞为了要增加我们鞋带的刚性，它这边的 TPU 都有做比较厚一点的设计。这次的 logo 悬浮我觉得做的非常的漂亮，让整个 YY 有非常立体的感觉。这次最棒的设计还是这个 Power Cushion 的设计，它这个三角形非常巧妙的把它的科技显示出来，同时在功能性上也有很好的提升。这是一个既有功能性又有漂亮设计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方式。这双鞋子里面它有碳纤维的科技，然后这碳纤维它还是要做在底板这边，让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它可以做在这边包起来的时候，可以让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碳纤维露出来，我觉得下一代也许在这边做改进会更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比较一下第5代跟第4代还有第3代的一些差异，快速的展示一下 Yonex Eclipsion 5的外观。接下来我们把第4代跟第3代拿出来 ，Let's go。我们这边将 Yonex Eclipsion 的第3代、第4代、第5代完整的展现出来。那这边请你原谅我，第3代这边和第4代这边我是没有洗鞋子的，而第5代这边是完全新的鞋子。而这款第3代它是红土鞋，原因是我们当年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红土场，但打完比赛后我们都没有再打红土了，我们直接做硬地的使用，那它的磨耗就非常的快。当然，因为我们打学校的硬地是非常粗糙的，我又用错误的姿势来打球，所以我在脚跟这边这一双其实比较耐，它大概2个月的时间，这边我就磨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红土它这边是有同心圆的这样子的，这是 Yonex 针对于红土的鞋子特别的设计。第3代是我最喜欢的 Eclipsion， 原因如下，因为这款是 Yonex 25周年的纪念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非常优良的设计，比如说它在前后袜套这边呢，中间是有织带的，所以你在穿脱鞋子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拉开，脚就可以穿进去。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边这块挡板的这块材质，它的材质是这种交叉的网布式，摸起来是非常柔软的，而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鞋面也是非常扎实，它是一整块 TPU 去做一体成型的，脚在里面做支撑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一个塑胶的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这个蓝色是有点淡色，慢慢它会黄化，它会氧化。这一代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它后面整块都是用 PC 材质的，整个 cup 都是 PC 材质，而且它是这样包上来，这边它整个是非常稳定的。但如果你一整块 Yonex 有做过一整块，整个后面脚跟都是包起来的，但那个就会让你觉得太硬，脚跟会有点痛。所以它在这边它有做一个挖槽，所以做这个挖槽它可以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它刚性还是够的。因为我们有看过一些篮球鞋，它是中间是断掉，那这边它就没有一定的刚性，而这边它是你脚在这边在移动的时候是可以有很好的舒展，但是你脚要整个抬起来的时候，后面这边它是整个提供你一个非常好的刚性，把这个鞋子提起来。在这边它旁边有做一些皱褶设计，所以当你在踩下去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弹性支撑。但当然这个设计在后面证明出来是没有那么优良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踩到最外面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弹性把它弹住，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大概有好几度的角度不太一样，你踩出去的时候你脚的角度会跑掉，那就会造成你在打球的时候球点会有一点差异，还有你脚在踩出去的时候这边是有一个弹性，但是角度就会有不一样。那我们可以从上面这边来看到这款鞋子，它这边是坐在比较外面的，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支撑，同时这边它也没有做到太高，而这个就是一个 Rinka
时代冠军鞋的一个复刻。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款鞋子最厉害的就是它下面的设计，它可以让你一次的看到这一双鞋子的科技。它有一个非常大块的碳纤维片，而它直接展示在正中间，这个碳纤维非常漂亮。而且这边它还有把它的 Power Cushion 去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我们实际上在操这双鞋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它的亚克力直接就会磨到，而中间这里也都会磨到。那证明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设计，原因就因为这边其实是应该是要像这边是鞋底的橡胶，这样子才不会磨到这一块，这一块是没有摩擦力的。它只是为了好看来做这样的设计，在设计上是非常好看，但是在实际功用上的话，这边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设计。这款鞋子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碳纤维片是这样子，是一个刀片型的，做在外侧这边，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弹性，就这样可以垫脚尖打球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支撑的刚性，是可以这样子。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碳纤维片，你这样在蹬脚的时候都是一个有很好的支撑性。那它内脚这边它有做一个很好的挖槽，让你的大拇指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弯曲，但是在侧边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就在哪边弯曲都是可以的。再来我们看第四代的设计，那第四代的设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设计，它强调是说它是一个类似于 F1 的设计，它要来做轻量化，然而这边它是用的是布面的设计，那这个布面的设计就会让人觉得布鞋非常廉价的拖鞋像的设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 TPU 包就只有包到这边来讲，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 TPU 它实际上是不够的，它刚性是不足的，所以这个鞋子的鞋面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软，让人觉得是有一点像拖鞋这样子。而去年有很多网球选手都跳过第四代这一双鞋子，因为实际上不好穿。后脚跟的 cup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聪明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TPU 你包整个脚其实后面是觉得有点太硬，那它为了做轻量化，它做了一个比较极致的做法，就是说它把下面加硬，而中间这边里面是用其他的材质来做轻量化，来做包起来，但实际上看起来没有说到非常漂亮，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设计是蛮聪明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原本这边就有一个 cup 凹进去的一个设计，而第四代做的更极致，它把这个 cup 做的更坚固，而下面这边做凹进去弹出来，这样子有一个腰身的设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不错的一个想法。那它把第三代的这边的阶梯式的设计把它取消掉，而变成这种斜向的设计，那这样斜向设计你就比较不会有角度上的问题，踩在最外面的时候它就不会有皱褶，就不会有角度上的翻转，那不会有角度上的翻转，你在打球的时候球点和你的位置不会因为你踩到极限而有一个很大的压缩，而造成你身体的一个角度上的差异。在斜侧这方面其实它是设计上是没有错的，它只是说在这个它 TPU 没有包起来这个部分是这个鞋子的弱点。而在内足弓部分呢，它把中间这边做得更高了，那这样子做得更高的好处就是它在脚弯曲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得更明显。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鞋底第四代就改善了第三代中间这边 Power Cushion 的设计，然而中间这边它原本是碳纤维片，它改成石墨片，石墨片的弹性就没有像碳纤维片那么好。它又做错一个决定是，当它做这方面的改进的时候，它原本是一个刀片式的设计，从这边延伸到这里，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刀片式的设计，可以让你很好的垫脚尖把球送出去，整个身体的力量可以传递出去。而它为了要做一些稳定性上的改善，它把它变成 Y 字形，而这个 Y 字形就让这双鞋子就变得没有那么有特色。再来是它的 Power Cushion 也做了错误的设计，以前的 Power Cushion 它做的方法是后面有一个深的挖槽，前脚掌有一个很深的挖槽，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好的推进，再加上碳纤维片，让YY 的鞋子有一个很强的推进性，很好的反弹性。而这一代它把 Power Cushion 直接是变成是一整片的放在鞋底下面，那就造成了这双鞋子是没有那么有特色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失败的 Eclipse 的鞋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双第五代融合了前两代的一些优点。首先是在鞋面的部分，它把第四代的这个缺点改掉了，这个我就觉得说拖鞋的设计它终于把它合起来，变成是说它要有侧向的支撑和 U 的支撑，它现在就用这种皱褶式的，这边该有刚性的地方它就是拉直线，而该柔软的地方它就是挖这样的挖槽，又有很好的透气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前面这边的透气性更好，而且刚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鞋头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代跟第五代的鞋头其实是蛮类似的。第四代这个鞋头是我大概磨3个月就磨这样子，那1个月它其实就已经磨破洞了。那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当时的打球的姿势是不是很正确的，我有用整个身体都在旋转，而且用垫脚尖的方式在打，那所以它就磨破了。但是我们会看到第四代的问题点是它的 Power Cushion 黄色这个块只有一点点而已，所以其实它的在做蹬脚的时候，它的石墨片给我的帮助是比较少的，而且同时 Power Cushion 也比较少。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中间这边鞋子弯曲的部分，它是没有什么其实是类似的想法和设计，但是它就把 TPU 的这个鞋面的部分整个把它补齐了。而在后脚跟的部分呢，它其实跟3代是蛮类似的。那在 YY 的设计里面，通常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会有点隔代设计、隔代跨越，通常每一代
代的设计都会大的跳动性，而第3代奇数系列和偶数系列其实奇数跟奇数会比较相似，而偶数跟偶数会比较相似，而这一次反而比较像是第3代和第4代一起生了一个小孩，第5代出来。看到鞋面呢，其实它的鞋面应该是比第3代还要更软，我们可以看到第3代是这样子，而第4代是这样，它其实在这方面是更软，而在轴向上面第5代是比较硬的，而中间这边呢，我觉得它跟第4代一样都是偷工减料做这样子，没有像是第3代这么舒服。你看这是第5代，它是这样薄薄一片而已，而第3代这边它是比较厚，而且比较有弹性，这边针织也做的在这边它还有3个金属环，而第5代这边都只是塑胶加厚来做刚性的部分，没有像第3代做的这么好。但是第5代中间这边是有一个三角形，内足弓这边是有个三角形来做加固的部分，但这个强度还是没有像第3代做的那么好。那在后足弓的部分呢，当然是没得比啊，第3代真的是非常硬的 PC 的塑胶片，整块是长这样，而第5代是长这样。但其实压起来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没有比较软，它其实还是刚性很硬。第3代是可以看到它可以这样子，它是固定性的，但是它还是蛮软。但第5代这边它是蛮均匀的，可能久了以后这边就比第3代更容易松，但它的固定性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勉强这个跟其他鞋子比起来算硬，但硬来讲不是全然说一整块都是 PC 全硬这样就是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刚性，同时它又不能到一定的均匀性，所以它有一定的均匀性，你的后脚跟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好的固定，但是又不会因为说应力的集中让你的脚会做到不舒服。在设计鞋子的时候会用电脑模拟去分析，但是实际上我们穿起来每一代大家都会根据不同的脚感和反馈给 Yonex 一些想法，那才会慢慢的来做改进。而第3代的问题就是它因为有这些皱褶，所以它的稳定性和角度性就会因为这些皱褶你踩下去的时候，你看就会有一些模糊的空间，而后面就做一些修正，所以你看像这样子它其实就不会有角度上面的差异，它其实是蛮硬的，就不会像第3代一样你踩到不同的位置，你有点像是你踩在一个球上面，你的角度是你还要再去做多踩下去，我还要再去做换算，说我现在脚的角度是多少，我的身体要转到多少，他们现在都做的比较硬，所以就比较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踩下去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所以你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把鞋子踩在地上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做一个在运动的时候不用再去做一个角度上的换算。那我们来看鞋底的部分，我们跟第4代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的沟槽做的更深了，它的密度也做得更密了，那比这个只有这样 Y 字形还要做得更好，这设计其实是更好的。而内部的设计呢，它这边有做涂块，我拿另外一边，因为第4代这一双已经磨太多了，它这边有涂块，而这个涂块我觉得它做得更立体了，它是做这样更立体的，而第4代没有做到那么立体，所以这个涂块做更立体的情况下，它可以在弯曲的时候，你用脚趾的时候它是很稳定的，前面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前脚跟也是非常稳定的，它可以有两个区间，你用不同的发力方式都可以有非常硬而稳定的方式把你的力量传送出去，这是第5代很好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最后看它挖空的地方就是不同的闪电型而已，其实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而内足弓这边呢，它就没有做到太多的形状上的设计，它就简简单单把这个填充物做好，其实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精神去把它做成加工方式。主要是第5代的修正了第4代的 Y 字形的石墨片的设计，它回归了使用碳纤维片，传动的系统上面它跟第3代是一样的，它就是一片式的，同时它又有加 TBU 还有碳纤维的融合，做在侧面的这边的固定性，等于是第3代的非常好的弹力系统，它再去做加强。那 3D 的系统呢，其实在2年前 YY 在第3 Collection 3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在羽球就已经有做到 3D 的碳片，做在羽球的系列，而现在终于下放到网球的鞋子里面了。同时 Power Cushion 的技术从第4代它把它均匀的平铺在整个鞋面以后，大家反馈就是这样的设计非常不好，所以它回归了第3代，在后脚跟有一个非常厚的 Power Cushion， 前脚跟也有一个很好的 Power Cushion， 它这次 Power Cushion 就放在后脚跟，跟第3代一样厚，前面加和侧面它也有 Power Cushion， 所以可以让你在不只是前后脚跟往下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 Power Cushion， 在侧向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好的反弹，去做一个很好的稳定性的输出。简单的对 Yonex Eclipse 5的第一印象与理解，接下来我就今天会去穿这双鞋子来体验一下这双鞋子在场上的一些感觉，之后再跟大家做更详细的分享。那就先这样咯，这是我 Yonex Eclipse 5的简单的 First Look。